今年的93大阅兵注定是一场载入史册的盛典，也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之际，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最强音。前所未有的阵容，多款新型装备，14亿国人在传承历史、缅怀先烈的同时，也可以见证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。回顾10年前的93大阅兵，参阅部队1.2万人，各型装备70余种，65位外国国家元首或代表参与，17支外军方队受阅。世界各国与中国一道，共同展示了捍卫第2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的决心。而今年的大阅兵将会有哪些备受期待的看点，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前正值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之际，俄乌战争、巴以冲突、印巴、伊以等国地缘矛盾频发，加剧了人们对爆发新一轮世界大战的担忧。而中美俄3国罕见的在同一年举行阅兵仪式，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现象。作为压轴出场的全球战力天花板，中国的93大阅兵必须要展示出与前两者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作战水平。因此，本次阅兵有3大值得关注的亮点。第一个是装备方面，根据官媒公布的信息显示，这次阅兵将会有多种新型装备亮相，涵盖无人智能、水下作战、网络攻防以及高超声速4个方面。而广大网友们最关心的，显然是新型空中作战力量是否会与大家见面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无人智能装备才是最值得关注的现代化作战力量。在近年的局部冲突中，无人机、无人艇等智能化装备的表现最为亮眼，尤其是在俄乌战场上，乌克兰通过非对称作战，将廉价无人装备转化为战略级武器，给俄军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损失，累计摧毁战机、舰艇价值超100亿美元。今年2月，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艇，结合隐蔽突防与狼群战术，击中了4艘蟾蜍级登陆舰，削弱了俄海军投送能力。5月搭载美制 AIM-9响尾蛇导弹的无人艇，在黑海上空击落了2架俄军苏30战机。乌军还通过无人机远程突袭俄军机场，摧毁了大量的轰炸机、预警机等战略力量。当然，俄军也用无人机加导弹的饱和攻击战术，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的重要军事资产，给乌军造成的损失同样也不小。从这些战例不难看出，无人装备已经逐渐成为战场上的主力，它们具有低可探测性、高精度、打击能力以及制造成本低廉、操作简单等特点，可以大量投入使用。在未来的战争中，对无人智能化装备的使用和防御都必须受到重点关注。不过，我国很早就意识到了无人智能化装备的重要性，因此在该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。去年的珠海航展上，我们就集中展示了多款无人装备，包括配备了垂直发射系统的虎鲸无人艇、9天无人机、航母蜂群无人机系统等，能携带不同载荷，配合士兵在复杂地形上作战的机器狼，更是备受关注的明星装备。许多网友都表示期待在今年的大阅兵中看到机器狼群的身影。水下装备方面，在2019年的阅兵式上，我们就曾展示了一款无人潜航器，长约5米，排水量3吨，主要用于水下侦察和攻击作战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研制了多款大型无人潜航器。2023年时，就有一款能够携带鱼雷、总长度超过30米的大型无人潜艇亮相。这种水下无人装备与有人潜艇相比，具有独到的优势。他们无需考虑人员的安全问题，可以执行最危险、最复杂的任务，也是未来海洋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利器。本次大阅兵，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一些从未露面的水下幽灵。除了无人装备之外，现代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还有网电攻防作战领域。印巴冲突中，巴基斯坦使用网络攻击瘫痪了印度北部地区的大部分电力供应。以色列为了摧毁伊朗核设施，曾使用阵网病毒攻击伊朗核试验基地，大量的离心机因此受损。今年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期间，赛事服务网络也曾遭到境外势力的集中攻击。现代社会中，无论是军事领域或生活服务，都离不开网络信息的支持。那么，网络攻击自然就成了一处新战场。而美西方在此领域早已布局多年，并且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因此我国同样也需要一支专业的信息作战部队来维护网络安全。另外，电磁空间的控制权同样也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。特朗普最近发起的午夜之锤作战行动中，美军就是依靠咆哮者电子战机和携带反辐射导弹的 F-22，完全压制了伊朗的防空预警雷达系统，使其本就脆弱不堪的防空网直接瘫痪。最终，125架战机毫发无损地完成了作战任务。俄乌战场上，双方为了切断对方的指挥通讯系统，投入了大量的电子干扰设备。这些战斗在看不见的空间进行，所取得的战果也很少被公布，但是其中的凶险却丝毫不输热武器交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俄军电子战装备不如美西方先进，但是
其通过较为基础的电子设备发射强大的电磁波，一样能起到干扰对方先进装备的作用。最近这些年，我军各类装备的信息化、智能化水平正在不断提升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升级防护手段，确保这些先进装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也能发挥出完整的战力。去年，我军成立了专业的信息支援部队，这支部队配置了各种先进电磁攻防装备，既能独立制定作战任务，又能支援战略方向联合作战。今年6月，解放军还专门成立了一所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，它将为我国培养一批专业的网络信息作战人才。由此可见，信息支援部队以及网络空间部队将会是本次阅兵中的重头戏之一。除了以上3个尖端领域之外，高超音速武器也会是本次阅兵中的明星装备。近年来，高超音速武器频繁投入实战，中东战场上，也门胡塞武装用高超音速导弹打得以色列没了脾气，伊朗的法塔赫也能够轻松地撕开美以联手筑起的防空网东欧方向，俄罗斯的针数导弹更是成了乌克兰的噩梦。这些现象说明目前的反导系统确实无法拦截高超音速武器，而我国恰好在这一领域拥有领先优势。2019年的国庆阅兵时，我们公开展示了东风17这款外形独特的水飘弹，一经亮相便引发了广泛的热议。另外，根据外媒报道，中国新一代东风27中远程弹道导弹可能已经服役，这款导弹同样可以携带高超音速战斗部。当然，这些传统的武器装备可能还无法满足网友的胃口，很多人真正期待的还是战略轰炸机，也就是轰20，特别是在美军的 B2 轰炸机对伊朗发起了万里突袭之后，一部分人在担心中国是否能够发现 B2 轰炸机，而另一部分人则在考虑中国版的 B2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面世。在我看来， B2 这样的老古董欺负一下，没有防空的小国还可以，在拥有完备防空网络的大国面前，基本就是一个靶机。即使美军引以为傲的 F-22和 F-35这种先进五代机，在东大的反隐身雷达面前也是无所遁形。那么，这也就意味着 B2 这种昂贵的轰炸机实战意义并不大。我国的轰20自然也不可能按照 B2 的标准来设计，而且这几年还有各种大型无人轰炸机问世，它们已经可以执行大部分作战任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轰20要么是一款具有超大航程的隐身版图160，要么就做成近地轨道飞行器，但无论是哪一种方案，恐怕都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实现，因此轰20可能还需要继续等待下去。不过歼35、歼15D空警、600等全新机型或许会有登场的机会，毕竟这3款战机是我国海军航空兵的核心战力，应该不会缺席这场盛会。本次大阅兵中，第2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，受阅方队的结构可能与以往完全不同。无论是徒步方队还是装备方队，都将会通过群队联合方队合成的编组方式，体现我军联合指挥、联合行动、联合保障的力量运用新模式，重点展示我军改革重塑后新的军兵种结构布局，以及反映我国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。这种改变正是基于现代化、信息化作战背景下的重要调整。第3个值得关注的重点，当然还是受邀参与阅兵观礼的外国嘉宾。目前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确定会出席93大阅兵，其他受邀国家的政要或代表也必然会出席这次盛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最近有传言称特朗普也会受邀参加这次纪念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的盛会。毕竟美军当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彻底打垮了日本的联合舰队，还用2颗原子弹击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抵抗意志。美国总统来参加这场纪念活动是合情合理的。不过，消息并没有得到中美双方的证实，毕竟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变数太多。最后，这一次的93大阅兵意义非常重大。80年前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最终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一道，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，为人类赢得了和平与正义。这场胜利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。然而，当下一些国家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叙事中刻意淡化中国的贡献，否定苏联的作用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次盛大的阅兵，向世界传递一个事实：中国是2战当之无愧的主要战胜国，中国人民的牺牲与奋斗是战后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。当前的世界局势并不稳定，俄乌冲突仍在持续，中东战火绵延，印巴矛盾难解，战争阴霾笼罩全球。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以及相关美化侵略的势力正在蠢蠢欲动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有必要展示自身实力，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：解放军有能力守护中国人民的发展成果，也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。本期视频结束，喜欢的点赞关注，感谢同志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